1849年，北伊拉克的尼尼微古城。考古学家在沙尘弥漫的遗迹中筛土，希望找到可证实圣经故事的记录，却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。在碎裂的泥板上刻着一个4000年前的故事，如此引人入胜，以至于第一个翻译它的人激动地脱口而出。这个故事叫做《吉尔加美什史诗》。开篇讲述了乌鲁克国王吉尔加美什擅闯每一场婚礼，霸占每位新娘的初夜。为了降服吉尔加美什，女神阿鲁鲁为他创造了一位对手，名叫恩奇都。恩奇都生活在远离城市的地方，以蛮荒为伴，野兽、侵略者和恶灵在周围徘徊。女神伊什塔尔的女祭司引诱了恩奇都之后，城外的野兽们开始排斥他，于是他便向城里进发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恣意妄为的吉尔加美什，恩奇都便上前制止。两人势均力敌，在乌鲁克街上打得难解难分，直到吉尔加美什险胜。两人从此形影不离。结识新朋友后，吉尔加美什不再滥抢民女，而是决意在战斗中证明力量。他们出发去讨伐芬巴巴，一只守卫雪松之林的千面怪物。他们追踪芬巴巴并伏击他，芬巴巴进退维谷，祈求饶命。在吉尔加美什给他最后一击时，诅咒了他们。回到乌鲁克后，女神伊什塔尔对吉尔加美什动了芳心。吉尔加美什知道他常常对旧爱始乱终弃，降下诅咒，因此拒绝了他的求爱。于是伊什塔尔在乌鲁克降下天庭公牛，践踏庄稼，屠戮人民。在吉尔加美什和恩奇都杀死公牛，守护城市之后，众神杀死了恩奇都。他来到了尘土之屋，即美索不达米亚阴暗的冥界。在那里的亡魂永世跪地，以泥土为食，以石砾为饮。吉尔加美什为恩奇都悲痛，也对命定的死亡感到惶恐，于是便翻越宇宙之山，踏上了寻求永生的旅程。他经过蝎子人守卫，穿过宝石树林，在山底之路跋涉，与初生旭日赛跑，终于抵达了世界的尽头。在那里，发现了一家酒馆。老板娘是一位名叫西杜利的女神，她试图劝阻吉尔加美什对永生的追求。她告诉他，所有凡人必将死亡，但在死亡来临之前，应当学会享受人生。但吉尔加美什不愿放弃，西杜利只能勉为其难地指点他渡过死亡之海，去见永生者乌特纳毕什提。众神在大洪水之后赐予乌特纳毕什提永生。在大洪水前，他造了一艘船，每种动物选出一对，载着他们，最后停靠在了山顶。乌特纳毕什提同样告诫吉尔加美什接受人人必将死亡的命运，但吉尔加美什不依不饶。于是乌特纳毕什提告诉他，如果他能战胜睡眠，众神或许就会赐予他永生。吉尔加美什本想6天7夜保持清醒，但他立刻就睡着了。乌特纳毕什提又告诉他，在海底生长着一种仙草，能够让人长生不老。虽然吉尔加美什成功摘得了仙草，但在回家路上却不幸被蛇偷吃。当吉尔加美什再度看见自己美丽的城市，他便接受了人固有一死的宿命，并发誓要用余生建功立业。他把自己的故事写在青金石板上，埋在城墙下，供后人发现和学习。在尼尼微出土的泥板是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藏品。尽管史诗是神话传说，乌鲁克国王吉尔加美什可能确有其人。他的故事有诸多版本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甚至更早，至今仍在文学作品中有回响。
TED-Ed 正在努力为尽量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多语种的免费优质教育内容。向 Patreon 捐款，帮助支持我们在非盈利事业上的使命。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。